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苹果呢刚刚发布了2022年的全系列 iPad， 那我们用一个视频为你详细的去解读今天所发布的这3款 iPad 以及目前在售的全部6款 iPad。我们会来详细的分析每一款新上 iPad 的核心卖点，对比不同 iPad 之间的差异，针对不同人群给出选购的意见。最后呢，还会来看一看哪一些价格更值得现在来选择。本期视频呢虽然比较长，但确实收集了现在所有你能看到的资料。并且呢，对比了我手头10几款 iPad 的实机以及 Apple Pencil 的实际体验，所以呢，现在就可以点赞收藏一下。未来几天想要购买 iPad 的时候，可以随时拿来参考。闲话不多说，我们下面开始。当然，还是要提醒一句，一会儿的分析里面会指出不同产品的槽点和可遗憾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决定购买了，那么请谨慎观看这个槽点的部分。首先呢，我们快速过一下全新发布的 iPad 第10代。从外观上来讲，和早前的 iPad Pro 以及 iPad Air 呢是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是外观部分，除了颜色呢，几乎就没什么差别。请注意发售时间，明天上午订购，1周之后上市。设定这个时间节点，显而易见是应对广大学生群体。大致的配置，相信大家已经了解，这里不再多废话。说一下我认为最重要的2个升级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外观，本次 iPad 10大大的淡化了它原来和 iPad Air 以及 iPad Pro 之间的差别，增加屏占比之后，使得整机更加的时尚，看起来更加现代。如果你的身边人呢都在使用 iPad Air 或者是 Pro 的话，那现在你拿出第10代 iPad 不显得落伍。尽管这么说有点不太好听，但以往确实有很多同学会咬牙去上 iPad Air， 因为他们会觉得传统的 iPad 9、iPad 8外观的有点老气。说回到第10代 iPad，4个配色，蓝、粉、银、黄，1、2、3、4。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个配色呢？你问我的话，我不想说套话，我建议你直接选择银色。原因不言自明，银色的 iPad 10代它就是 iPad Pro。iPad 10代第2大重点升级，我个人认为是 Type-C 接口。虽然芯片的其他部分也有很多升级，但是原来的 Lightning 接口变成 C 口之后，可以大大的拓展你日常生活学习当中的扩展性。不能否认的是，目前市面上通用配件的数量方面 ，C 口是远远大于 Lightning 接口的。不论是你日常充电还是和别人交换数据 ，C 口显然都会更加方便。其实 Lightning 接口也是有那些扩展配件的，只不过换了个接口，它们的价格会更高。好，至此2大升级点完成：第一，外观；第2 ，Type-C 接口。接下来是同期发布的2022款全新 iPad Pro， 它的升级点只有一个，就是芯片从 M1 换成了 M2。当然还有涨价。好的，到这里我们快速盘点完了今天发布的这3款 iPad， 的确升级项是满满的。有这么多的升级，也难怪呢，官方并没有召开发布会。为了大家的休息，避免我们熬夜，它真的要哭死。下面我们直接来对比在售的6款 iPad， 来看如何去选择。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价格，你的预算是多少？如果在5000元以下，那么就是右侧这3款 iPad； 如果是5000元以上的话，就是左侧这3款 iPad， 也就是 iPad Pro 和 iPad Air。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买平板电脑的话，会选择5000元以上还是5000元以下呢？除了价格，第2个维度就是尺寸。最通用的尺寸呢，就是中间的10寸和11寸这4台机型。日常上课、工作放在背包里没有什么负担。而位于右侧的 iPad mini， 那更适合你每天放在衣服兜里面。随身携带更像是一个阅读器的感觉，而位于最左侧的12.9寸的 iPad Pro 则显然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建议你放在家里面来使用，因为它配上妙控键盘之后的重量其实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轻薄笔记本。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个人不建议你每天带在身上，一会儿咱们后面说。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规则，只有这2个维度，价格和尺寸，就直接限定了你去购买哪一款 iPad，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纠结。如果你已经选定了，那么我们下面逐个区间为你分析。首先是你预算在5000元以内，就是如图这3款产品，9代 iPad、10代 iPad 和 iPad Air 都是正常在售的，它们之间的价格区间段也恰好在1000元左右。不要小瞧这1000元，因为它可以包含一支原装的 Apple Pencil， 再加上一支第3方的带触控的键盘。所以这里我一直要强调，看 iPad 的价格千万不要看官网标注的价格，它的价格你需要再加上1000到1500，才是可以有一定生产力的全套价格。那么算上配件之后，第10代的 iPad 的真实生产力价格应该是在5000元左右，而不是3500。下面来看配置，你会发现10代 iPad 和 iPad Air 5全都是一样的屏幕尺寸，而 iPad 9代的屏幕呢，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小。真看尺寸，你会发现2款 iPad 的屏幕尺寸真的很难用肉眼区分。更明显的差别呢，主要是一个是直角，一个是圆角。所以如果只看屏幕尺寸和显示面积的话，那么 iPad 第9代，也就是2000多元这款，同样并不落伍。至于芯片的部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管是 A13还是 M1 芯片，它们都可以完成目前99.9%的 iPad 平台的应用。接口部分不再赘述，而蜂窝版本个人不太建议学生购买，除非你是土木建筑或者是经常需要户外作业的行业才可以。否则的话，省下这1000多元钱，完全可以去购买更重要的配件。至于触控 ID， 苹果这边很贴心，一个圆形的。容量方面，64和256，如果不玩游戏的话，做学习、做笔记、看在线小视频，那么64极勉强够用。
触控笔方面，1代、2代一会儿咱们详细分析。妙控键盘也算是一个重点升级。目前 iPad 呢全线完整支持鼠标操作，所以新的带触控板的能够大大提升你的码字效率，不用频繁的抬手去触摸屏幕了。这里有一个 iPad 第10代的小槽点，精美的外观，但并没有精美的屏幕。注意看，这里并非全层压屏幕，其实就是全贴合屏幕，并不是 iPad 10代的屏幕。这里会有同学奇怪，全部全贴合有什么差别呢？实话实说，平常如果只看视频的话，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但如果你使用触控笔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点差别了。如果你现在没有 iPad， 你可以随便拿一支铅笔在镜子上面去写字，你会发现镜子里面的笔尖距离你的笔尖中间有一段距离，是悬空的。而我们在非全贴合屏幕上面书写绘画的时候，你也会感觉你的笔尖距离里面的字体和图像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这就是全贴合屏幕最明显的差别。下面就要说到 Apple Pencil， 一只是1代，一只是2代，它们有什么差别呢？笔的本体收纳方式有差别。2代屏幕呢可以很方便的磁吸在机身的旁边，虽然这样我也总是弄丢。而1代手写笔和 iPad 之间结合充电的方式则是这样的，不要眨眼睛，我们拔下笔帽，然后将笔插进 iPad 的尾巴上面，你就获得了这样一个扇子。这样一个设计满分100分，大家打一个分数吧。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充电式设计。但是问题来了，这一次的 iPad 10代呢，它可是 Type-C 接口的，而我们这支 Apple Pencil 呢又是 Lightning 接口的，那这回可就插不进去了。不用担心，苹果贴心的为你准备了转接头，只需要花费67元就可以把 Type-C 接口转成经典的 Lightning 接口，方便你的 Apple Pencil 来使用。注意啊，每位顾客呢限购10件。当然要补充，新款的 Apple Pencil 1代里面是带这个转接头的，非常的良心。这个接头呢，主要是给以前购买过 Apple Pencil 的用户所使用的。除了 Apple Pencil 1代，这次 iPad 10代还有一个全新的专属妙控键盘双面夹。注意，我的断句是非常精准的。这款产品是由3部分组成的，它们分别是妙控板、键盘和双面夹。售价方面呢，仅为1999元。除了可以和其他妙控键盘一样进行 C 面的打字生产力操作之外，它的核心卖点呢，就是可以把键盘拿走，只剩下背面的一个小支架。再次强调，它不是保护套，它是支架。但说实话，这个价格呢，属实是稍微有点高。别忘了10代 iPad 价格是3600，一个键盘配件就要2000，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等待一下华强北。最后总结，相对于最基础的第9代 iPad， 新升级的10代 iPad 的升级点主要是外观和接口，当然还有 A14 仿生芯片。而价格更贵的 iPad Air 呢，则同样是升级了屏幕和 M1 芯片。所以如果你恰好有教育优惠的话，那么 iPad Air 第5代其实价格并不比 iPad 10代贵多少。而且我们对比了一下，这个 iPad 10代和之前的 iPad Air 4代非常的相似，我愿意称之为 iPad Air 4代 C。最后问大家一下 ，iPad 9、iPad 10、iPad Air 1、2、3，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接下来是12.9寸的 iPad Pro 和11寸的 iPad Pro， 详细配置列在这里，你不用找了，我直接告诉你，它的变化就是 M1 变成了 M2。从官方给出的参数来看呢，本次 M2 芯片的性能升级大概在15%左右。当然，具体的效果等我们拿到产品呢，再一一为大家详细测试。如果你已经是 M1 芯片的用户了，那么这一次小幅升级你可以不用考虑。这里我就要给库克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今年第6代 iPad Pro， 你其实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颜色呀，这样的话不是一下子就区分出来了我是全新的 iPad 吗？库克表示你在家待着吧你。最后，如果你已经决定购买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价格。首先，颜色方面，个人建议选择银色。配置方面，真的是学习为主，可以选择64G。但是苹果这边说得很清楚，你的 iPad 选择时既要满足现在，也要考虑将来。网络建议选择基础，如果想上网，建议蹭网或者用手机当热点。机身刻字是免费的，如果送女朋友可以刻字，如果没有的话就别刻了，因为如果以后卖二手有刻字的，通常价格会低一点。当然，主播今天教你一个立刻升值的办法，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们点击添加镌刻，来吧，同学们，如果是你会打什么字呢？来看，主播告诉你，未来卖二手还能升值的刻字，一定要加上第2行字。听那些花里胡哨的建议根本没用，看主播打这个字儿是不是瞬间升级？觉得主播良心可以打一波6。如果你只是看片浏览网页，到此为止就可以了。如果想增加生产力的话，那当然还是要考虑 Apple Pencil 加上还有这个售价1999元的触控键盘夹。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加上苹果的原厂配件已经来到6000多元了，真的不便宜。所以如果是学生群体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可以考虑 iPad 本体加一个第3方的触控键盘，整套下来呢应该4000左右可以做到。而如果你的预算实在有限，又很想体验苹果的生态，那目前的 iPad 第9代仍旧能够满足你的日常学习需求。只不过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消息是，第9代它涨价了。
一款电子产品在发售1年之后还能涨价，这确实让人有点惊讶。年轻人的第一款理财产品就这么来了。如果咱家有矿，咱爸咱妈呢也打算给你教育投资买一个好一点的 iPad， 那么在这个环节，我默认你的预算无上限。咱们来看一看顶配的 iPad Pro 可以花掉你的多少钱呢？首先，我们选择12.9寸的，颜色就只能选个老颜色了。作为又爱学习又爱打游戏又爱看视频全方位发展的你，当然要选择2TB 的版本。手机没电了呢，当然可以用 iPad 随时随地蜂窝上网。俗话说财不外露，千万不要在 iPad Pro 上面再镌刻什么东西了。如果你实在想低调，也可以打上以下字体，即便家里有矿，也要低调做人。学会的同学可以打一波感动，再加上原厂的 Apple Pencil 和原厂的妙控键盘，勤俭持家，当然要加一份 Apple Care 的保障。那么最终我们得到的价格呢是 iPad 顶配版仅售23597元。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呢？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次2022年苹果全系列 iPad 发布的盘点总结和购买分析。如果对你有用，欢迎点个赞，关注一下我们。下一期视频呢，科技美学会第一时间为你详细实机测试这6款 iPad。我们下期节目再见。